我后面这个空屋就是我刚完成交屋的新家，小坪数最常见的川字型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做一系列超简单的装潢。太漂亮了！左右两边就各一间房间。挑战自己砌琴。地上的漆呢，就用抠的，里面都很像泥浆，你好像圣诞老公公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奥波江江，工作室终于完工了。统整了上次我家的装潢经验，加上这次川字型的低预算装潢计划，希望这次的奥波装潢 2.0 大家会喜欢。如果你是自己统包，希望这些内容有帮助到你；如果你是找设计师，多了解一些，对之后的沟通一定更有帮助。现在呢，小宅最常见的川字型格局，这个家扣掉阳台，室内大概16坪，就像我空屋 House Tour 讲的一样，80万内我就要搞定。我觉得80万已经我极限了。所有的硬装含一些大型的家具，希望可以在80万内完工。那就跟我一起接着看下去，你们猜猜最后有没有在预算内完成？前几集呢分享了冷气，还有细节超多的木工。木工要退场的时候呢，家里的雏形大概都出来了，空间感和收纳配置也能一目了然。所以啊，在木工要收尾之前，我就先找了油漆师傅进场来丈量估算所有的施作面积，这样大概就会有一个报价了。接着呢，我只要等木工做完，油漆师傅就有机会紧接的施工，减少等待期，也可以缩短整个装潢的时间。所以我的下一个装潢项目就是关于颜色配置，会很大的程度影响整个家的风格。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油漆，好像不能这么说。虽然这次进场的都是油漆师傅，但是我这次工作室全是都是用涂料。现在呢，市面上有很多油漆和涂料都有标榜 DIY， 我当然也有想过减少预算。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做？以前呢，我有自己油漆的经验，累是还好，难的是刷起来真的不像想象简单。正规的油漆啊，它的施工顺序其实很复杂，细节很多又很费工。有 DIY 的经验后，我很能体会那种怎么刷都刷不平整，刷痕呢跟颗粒一堆，有时候看到油漆留下来那个哭痕，自己都要哭的那种感觉。那我们就接着看下去，跟我一起佩服油漆师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看到这里记得帮我订阅，也可以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接下来的分享哦。有了2次的验屋经验，建商的油漆啊，不论是水泥漆或是乳胶漆，即便是已经刷得再平整，多少都还是会有一些不平啊、刷痕等等状况。工作室在交屋的时候，已经是验屋公司认证，品质非常好了。但是啊，在一些地板的衔接处，或是啊在天花板上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瑕疵，用光照会更明显。大部分有装潢需求的人都会重新油漆过一次，当然我也不例外。不管呢是油漆或是涂料，基本上计费方式都是用坪计算。有经验的油漆师傅现场来看过，丈量坪数，看你要几种颜色，跳色越多就会越贵，还会看有没有特殊施工啊，像门改色或是要做艺术墙面等等。这样子评估完呢，就会有一个报价。选油漆的话，材料呢本身不贵，我家呢是用乳胶漆，就请师傅连工带料的报价。但是现在工作室我想要用涂料，涂料的价格比较高，就需要用公升数来计价。底漆、面漆、艺术漆它的价格都不一样。这次呢，材料我是自己买，工钱的价差呢，主要就是看师傅的手法、施作天数，还有屋主对细节的要求等等。厉害的师傅啊，他做完其实刷痕很少，非常不明显，不太会有那种见光死的问题。师傅这次来丈量的时候呢，就说你工作室为什么间接也做这么多？因为间接多就很容易有见光死的问题。而且呢，他们跟我也不是第一次配合，他们也知道我能接受的程度，所以呢，这部分他们就有说这要多花一点心力。基本上呢，油漆会来3次，第一次是丈量，第2次是施工，再来呢就是等最后你家具啊所有都进完细清结束，一定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弄脏啊，或是很小撞伤，或是你后来发现的一些小瑕疵，这个呢就请师傅最后来收尾处理。如果是选油漆的话，大家都会很在意那个甲醛嘛，或是臭味，其实这些味道大部分是来自于木工的贴皮的胶，或是油漆，甚至有一些木材等等。2次的装潢经验，油漆呢我也有稍微比较过。第一个就是水泥漆，它有分油性跟水性，水泥漆的遮盖力通常不错，粉刷呢也比较容易，所以整体施作下来的价钱比较低。很多建商都是用水泥漆，但缺点就是防潮抗霉的能力比较不好，所以很容易受潮就变色。那它的寿命呢大概就是2-3年。如果说你有碰撞啊或是喷到东西，用湿布呢多擦个几次，它就有可能被擦掉，比较不好照顾，所以我完全没有考
考虑。第二个就是乳胶漆，大部分的人室内都会选这种油漆，而且它是电脑调色，颜色选择超级多。但是也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如果你久了有一点色差想补色，还是会多少有点颜色的差异。乳胶漆的防潮抗霉能力比较好，所以呢它的寿命也比水泥漆长一点，大概就是4-5年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喷到污渍啊，用湿布去擦，它比较不容易掉色。但是以我的经验来说，擦完还是有一点色差。我觉得实际去擦污渍没有很容易擦掉，而且啊，它的遮盖能力其实也没有像水泥漆那么好，所以师傅在施工的时候都会多上几道，施工费也因此比水泥漆高。师傅有说乳胶漆呢，它就比较稠，但是它的质地也比较细，所以平整度施作下来会比水泥漆好。可是它的味道也比水泥漆重，但师傅也说啊，太多他也不敢用，不用这么担心。再来就是涂料，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种涂料，有些甚至还有主打不同的功能性，比如说像我看过超耐磨涂料，还有能调节湿度的矿物涂料。我自己有去一些门市看过，也有询问油漆师傅的意见。涂料基本上就是比油漆材料贵很多，所以啊，如果你还要做一些艺术纹路，对师傅的考验很大。不是每一个油漆师傅都会施作涂料，所以如果你的师傅不会做的话，你可能油漆结束，你的艺术涂料墙还要另外找专门的人员来施工。不过啊，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涂料除了颜色以外，它的质感啊，甚至有功能性这一点都非常吸引我。说到这，我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家里的颜色。其实呢，当初在想要油漆、壁纸还是涂料，甚至贴膜这几个之间呢，我有稍微考虑一下。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壁纸都已经做得非常厉害，甚至有些纹路根本就像涂料一样。而且啊，壁纸的施工其实很快，但是最后我没有选壁纸的原因，就是我有点担心之后如果我看腻想要改色，或是因为我住在北部，会不会因为比较潮湿就容易剥落，那壁纸呢背面就会有残胶的问题，所以之后可能还要考虑一些除胶的状况。这部分呢，如果有壁纸大师，欢迎底下留言跟我分享。再来呢，讲到门的部分，我一验屋的时候就非常想要把蟑螂门换掉，也有看到现在有很多那种包膜的厂商是专门包门的，但是呢，我目前没有朋友是这样做。然后我自己网络上查到案例也没有那么多，我不太了解的东西我就不太敢用，加上如果要这样施工会再多一个工种，所以呢我就想说这是省麻烦简单做，还是统一门的部分也是给油漆师傅处理。那最后为什么我选涂料？对，我本来有想无脑选油漆的，但4年前我印象深刻，我在看我家装潢的时候呢，我就有看到涂料。那时候我看到德国的凯恩矿物涂料，我很喜欢它那种有点颗粒感的感觉，微微的粗犷，但是它的颜色又很温柔，而且啊它标榜无毒无甲醛，甚至你之后入住你也是可以在家里自己 DIY， 都不用担心有那个臭味问题。而且它的耐用度很高，因为是矿物，还有些许调节湿度的功能，比较不会像油漆这样用久就会氧化变色。它呢甚至还有标榜不易褪色，这几点都非常吸引我。重点是它也有艺术的涂料，厂商呢会先打样板给你看，纹路啊都是可以客制化的，甚至它可以仿清水膜。4年前我没有用的主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我家的油漆范围太大，有门有柜子有墙壁，种类太多，我请师傅帮我估过价，涂料买好多桶，工钱加总整个不便宜，大爆预算。但是我这次呢，因为我柜体已经都请木工贴皮，基本上我就只有门跟墙面还有天花板需要涂色，整个范围不大，颜色的需求也很单纯。主要是我的油漆师傅他也有施作涂料的能力，全部做得好，我只要找一个工班就好，少了中间衔接处的沟通问题。所以啊，我请师傅丈量的时候就请他一起评估，我自己呢去依照师傅提供的面积和涂料公司购买材料，全部估算下来，除了门改色费用因为比较繁复，比正常的油漆高一点，其他呢主要就是材料费的差异。但是因为我这只有16坪嘛，小宅面积就不大，所以差异也还好，全部的施工费用有在我的预算内，所以我就决定这次全市都用这个无毒的涂料。油漆这块我就做到真正的无毒。我朋友有问我说，为什么你不用超耐磨涂料？其实我在超耐磨跟凯恩涂料之间超犹豫的，因为超耐磨的部分它抗污力很强，颜色选择呢也非常多，但是呢我后来还是选了这个标榜无甲醛、无毒、不易褪色的凯恩。师傅呢在施作的时候，我有现场看过，真的是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凯恩涂料它的颜色主要就是莫兰迪色系，还有几个那种比较高饱和度的颜色。因为它是纯矿物的涂料，所以它颜色选择上就没有像电脑调色的油漆这么多，没有一大本的色卡。基本上呢，你就是先选色系，每个色系只有几种相近色，你再从这里面挑出喜欢的颜色。我觉得如果有选择障碍的人呢，挑这个涂料应该会比油漆快一点。
我个人是觉得这种淡淡的颜色还蛮适合小宅，颜色不要太重，整个看起来比较简约舒服。因为它是矿物涂料，不会像油漆是那种纯光滑面的，会带有一点点颗粒感，甚至连摸起来都可以摸到那种颗粒的感觉。像我这种有间接啊照光的地方就会特别明显，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种感觉的。虽然呢它不是光滑面，但是它的清洁我觉得也蛮容易的。像我在油漆之后陆续有进家具，还有找水电师傅来装一些东西，弄脏的部分我自己用布擦，其实它很容易就擦掉，而且它干了也不会像油漆一样有那个纹路或是那个水渍。我去门市的时候有问过，如果真的不小心有那种特殊的脏污啊，像铅笔痕那种比较重的，他们说用橡皮擦或是用科技海绵是基本上可以擦掉大部分，但是也有可能因为摩擦就把它那个颗粒感磨平。很在意的话，可以用毛笔，或是你自己去买滚轮处理。基本上它的维护我觉得蛮容易的，比我家之前的乳胶漆简单。不过毕竟它是没有标榜超耐磨的那种涂料，所以像常摸的地方，比如说你的门边，或是呢有像隐藏门那种推门，用久就有可能常摸的地方脏脏的。不过我这次工作室要做的部分，施作的门都有把手，位置呢我也都用贴皮，就只有单纯墙面是用涂料，所以呢不太会有那种直接碰触的状况。这部分我就比较不担心。再来分享一下我的选色，这次呢我总共涂料选了4种颜色。小宅呢考量空间感不要太压迫，我都选淡色系，我觉得比较耐看，加上之后选家具啊摆件等等的，对软装的颜色限制比较少，搭配性会比较高。第一个就是我的天花板，我天花板选的是白色。第二个就是我墙面，我墙面选的是偏灰的灰白。我觉得天花板和墙面有一点颜色的区隔，空间感会更有层次。我家的部分即便是用乳胶漆，我这2个颜色也是有做区隔。第3个就是门，虽然门的改色不便宜，但我真的受不了蟑螂色，我最后还是捏着大腿改了。门的颜色呢，我选的是浅灰色。第4个就是粉橘色，主卧床头墙还有仓库的墙壁，我用的呢是同一种颜色的跳色，因为我觉得像房间的部分，单面跳色会显得比较活泼。仓库的墙壁呢，我就选了奥波的粉色，希望可以当成我拍片的背墙。主卧的部分呢，因为功能主要是睡觉，所以我希望有一种舒服的感觉，调成呢偏奶茶色的感觉。次卧的部分呢，我就没有做跳色了，因为我想说我就用软装，所以那间就留白，配色的限制会比较少。你们是不是很难相信，我主卧那边墙跟我仓库的墙壁2面墙是用同一种颜色做出来的，它们涂完之后，视觉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就是涂料很特别的地方。当然呢，这一点也非常考验油漆师傅的技术。那我们就接着看涂料怎么施工吧。市售很多涂料都有标榜可以自己 DIY， 因为呢大部分都是用滚轮就可以直接刷了。凯恩呢也是这样标榜，他们说只要上了底漆之后，打开你的面漆呢均匀搅拌，滚2道就完工。但是呢，以我之前的经验，还有我对细节有一些要求，我决定还是交给有经验的师傅处理。跟凯恩买材料，如果你不想要 DIY， 你也没有认识的油漆师傅，他们会有一些可以施作他们涂料的名单，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师傅，可以直接跟他们要。因为我的油漆师傅他自己就会施作涂料，所以我就给他统包了。师傅批图完成之后，就可以做正式的施工。第一点呢，要做保护，师傅会先把没有要做的地方都包起来，也会告知啊，像我这种建商已经铺好地板，矽利康这边已经打好了，异材质的衔接处他们会贴纸胶带，就是会尽量贴齐，因为矽利康的部分胶带不好固定，所以多少会有一点沾到。师傅说是以衔接处没有白边作为前提去处理。我这个16坪的小宅要保护的面积，没想到也不少。全部保护完之后呢，师傅就会开始抓补。因为啊，我有请木工做天花板和隔间，这些通常都是用细栓盖板，就会有缝隙。木工的隔间啊，还有柜体的衔接处，木地板矽利康的衔接处，还有一些建商原本墙面的小瑕疵，有些师傅需要几天做抓补，上 AB 胶填缝，然后还要等 AB 胶干之后呢，才会做批土，确保墙面的平整性。像是一些工地的撞伤啊、小洞啊、冷气挖的那种洞，甚至拆门一点小撞到，这些瑕疵呢，都会在这个阶段补起来。我有上网爬文，如果 AB 胶弄不好，有很高的机会会裂开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交给专业比较保险。接着师傅就会开始打磨，会用很像那种磨砂纸机的机器，有粗糙面啊或者是颗粒，就要用打磨机把它磨平。这个时候呢，粉尘很多，而且那时候他们会跟我说最好不要来。接着涂料和油漆一样都有底漆和面漆，除了我的仓库门是木板，油漆师傅需要先处理木板，避免吐色问题。其他部分都是先涂上粘性很高的底
漆，接着呢就直接上面漆。凯恩涂料部分，师傅是用滚轮搭配喷枪处理，油漆刷不好会有刷痕，矿物涂料也会，因为它是100%矿物直上，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呢如果有滚不平均，太厚的地方就会有一块很明显的痕迹。门的部分呢，建商给的这个进口门，师傅说这门特别光滑，表面需要经过处理，不然呢漆根本就粘不上去，会一直剥落滑下来，而且也不能涂太多层哦，因为呢矿物会变得很厚很硬，到时候我的门有可能会关不起来。像这种异材质的衔接处会打上硒利康收边，防止异材质热胀冷缩率不同，会有漆面裂开的状况。师傅呢打完硒利康，还会把硒利康再涂成跟墙面一样的颜色。不过啊，像这种艺术墙或是烤漆的接缝处就没有办法再打硒利康，打了会不好看。再来就要讲到这次涂料重点，造型拉花。要做拉花墙面呢，也需要上底漆，不过呢都是等全室做完最后才会做拉花，因为艺术涂料很贵。主卧的床头跟仓库门，我不想要买2桶不一样的颜色，因为这样2桶都用不完，很浪费。可是我又不想要它颜色一样，我就这样问了师傅，师傅说没关系，你就选一个你喜欢的色系，它可以用天花板的白色做特调，调出一些深浅色。我觉得真的是太天才了。在我去买涂料的时候呢，凯恩的业务有跟我特别说，他们的涂料是不能用水稀释，因为呢像这种矿物涂料，它打开其实都很稠，要充分搅拌均匀之后，才可以用滚轮上色。我觉得光你自己要去搅拌均匀这件事情，没有工具就很难。艺术涂料部分，我觉得颜色和花纹就是跟师傅沟通的2个大重点。花纹的部分呢，我习惯自己先网络上找一些 reference 给师傅看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纹路和感觉不一样，不同的纹路就很考验师傅对于美感还有一些手法的要求。因为呢，他们要使用不同的工具，像是不同的海绵啊，或是不同大小的滚轮等等，在滚的方式呢也有一点差异。这部分可以请师傅在施作前先打一个小的样板，确认好花纹之后，先上局部，确认局部真的喜欢才延伸到整个墙面，这是比较保险的做法。这样子呢也比较有效率，可以避免你整个弄完之后不喜欢，全部要重做，就会要多花时间跟多花钱。网络上其实有非常多 DIY 教学，如果你有美感的话，你也是可以自己做。但是呢，像我就属于这种没有信心又没有这么有美感的，我还是交给专业。师傅有跟我说，如果你是买乳胶漆，手法好一点的话，你也有机会可以做出像这样子涂料的效果。那是他讲的很简单，像我听就很复杂。颜色的部分，因为我2面墙要共用1桶，所以在调色之前一定要先做好确认。花纹的部分呢，我除了跟师傅讨论颜色以外，还要讨论底色是要浅色再印上深色花纹，还是你要相反，纹路呢是浅的，底色是深的。我觉得这种做法很多，基本上我觉得还是要有图给师傅去看，他比较能够抓到你想要的感觉。像有经验的油漆师傅，其实他看我提供几张图给他，大概就可以知道要用什么工具和什么手法。但是呢，师傅也有说，如果你最后真的做完了，看很腻，你想要换，像这种涂料啊，它有一个优点就是，你直接把底漆、底色先涂过2次之后，盖住原本颜色，你之后再买艺术涂料、艺术漆，你就可以再自己重漆。但是因为是矿物涂料，所以你重漆之后厚度会再增加一点。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跟我一样，要问师傅，如果不小心我去撞到了，这该怎么办？对，因为这种花纹是属于手工调色，补色的话非常难去调出一模一样的颜色，所以呢，它多少一定会有色差，就尽量不要去撞到。但是我在想，这种花花的撞到可能也没有这种明显，而且啊，凯恩涂料还有标榜就不会褪色嘛，所以就不用像油漆一样，可能几年后就氧化变色，你需要重涂。再来要分享，这是涂料的整个施工工期，我觉得它全部的施工时间好像比我家用乳胶漆还要快。之前因为刷乳胶漆要比较多道，大概要等它干啊，然后再重刷，等了3到4个礼拜才完工。可是呢，我这次涂料只要上完底漆之后，师傅滚轮滚2道就完成了，最后就只剩下艺术拉花要做，大概2到3个礼拜就完工了。最后呢，讲到油漆收尾，因为呢油漆之后，你接下来的工种都是做一些安装啊，或是小部分的收尾，所以基本上你跟师傅说，油漆做好了啊，小心，他们就都会很小心。但是呢，一定多少会有不小心去撞到或是擦伤，这种呢，你在最后就是都要拍照做记录，请油漆师傅在收尾的时候帮你做修补。其实我是觉得2次装潢，这些厂商都还蛮仔细的，因为他们自己也很怕把你撞坏，所以不会弄得很脏。我自己都是习惯等大型家具啊弄好，窗帘也装好之后，我再找师傅进来收尾。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插曲，因为呢，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
艺术涂料墙。我有一个地方有点小后悔，之前没有做过涂料，所以我就有点疏忽掉了。有做这种特殊纹路的地方，其实光线是非常重要的。不同的色温呢，会让它有不同的感觉。如果没有打光的话，它整个纹理会变得比较平面，有点像是壁纸。你要很近看才会发现它的纹路有立体感。所以啊，我工作室的2个造型墙面，仓库前面，因为我是用轨道灯，所以呢，我后来发现不对劲，我就另外再买了一个适合的光去打在它上面。不过我主卧那边因为没有做天花板，然后房间就只有一个吸顶灯，所以施工后就比较难像轨道灯这样做补救。我选择拿我家的立灯过来，就局部照那个墙面加点补救一下。你们看有没有照光，质感是不是差很多？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，就是我原本没有那么喜欢黄光，但是比起白光跟自然光，黄光真的是涂料的好朋友它超级适合打在涂料墙上。因为我自己也买了自然光跟黄光的轨道灯，2个打上去感觉完全不一样，黄光明显就温柔很多。所以说啊，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自己同胞，也有想要施作艺术涂料墙的话，一定要考虑光。有看我装潢第1季，应该知道我家室内22平左右，全室呢都用乳胶漆。局部有做烤漆，还有一些跳色。4年前做下来的费用呢是18万。这次呢16平的川字型，我全是用无毒涂料。门呢我也是用涂料改色，加上有2面的艺术涂料墙，工钱和料钱总共落在17万内，分享给大家参考咯。我真心的很佩服油漆师傅，细节跟程序真的很多，我自己也学到不少。我觉得以后如果我要装潢，不管是油漆或涂料，这个眉角真的太多了，我还是会选择交给专业。任何油漆或涂料的经验，也欢迎底下留言分享给我。离开影片之前，不要忘记订阅。如果你还喜欢影片，欢迎按赞或是分享给朋友，也可以去 follow 我的 IG 哦，有装潢的精选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